近期旅游风潮兴盛，很多人会出门走走，但是也出现了很多脚踝疼痛的问题。如果不好好治疗，有可能会产生长久的后遗症哦。脚踝是我认为说在人体结构当中来讲的话，非常复杂，动作面向也很多的一个关节。它主要由胫骨、腓骨还有距骨这3块骨头所组成。那大家会觉得说很容易扭伤来讲的话，是因为这3块骨头之间其实有非常多的韧带去维持一定的活动度，但是又不会过头，过头就是扭伤拉伤嘛。那在外侧来讲的话，它有前距腓韧带、后距腓韧带，还有根腓韧带。那在内侧来讲的话，有一大片的三角韧带，它是由4条的小韧带所组成。那这些韧带的结构来讲的话，我刚刚有讲，它是预防你过度的一个动作。那过头了来讲的话，就有可能到轻则扭拉伤，那动则有一些撕裂伤，甚至是断裂的情况。最常见的就是在运动的时候，或者走路走不平的路，或者是爬山的时候啊，打羽毛球的时候发生一个扭伤、拉伤。那有的人来讲的话，他可能是工作性质的关系，他需要大量的走动，那他平常又没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，或者随着年龄，他的肌肉开始流失了，比较没有那么有力了。那穿安全鞋又相对比较重，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慢性的这样子的扭拉伤的一个表现。那临床上我们用超音波一看就知道这是急性还是慢性，那还有韧带损伤的程度，那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骨裂等等。那慢性的情况下来讲，肌腱啊、韧带这种结构，它都是属于血流供应比较差的结构，所以在修复复原上来讲的话，它反而没有像肌肉还有骨骼修复的这么好，所以很多人会拖到变成慢性发炎。绷带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主要是提供一个保护还有固定，因为在踝关节扭伤来讲的话，有一个外来的一个绷带或者是护踝，它都可以提供一个外力去稳定我们的踝关节，使得它的受伤的范围不会越来越大。如果说病人当下肿胀的情况、淤青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，那我们可能会短暂的提供冰敷。那冰敷的时间建议不要长，是因为血流循环对于说组织的修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它的发炎反应我们认为已经趋缓了，我们就会建议说是一些热敷，或还有减轻疼痛的电疗等等。徒手治疗我们可以分成说，今天的概念是处理软组织的肿胀，还是它硬组织，也就是关节与关节之间可能有一些慢性的问题以后，造成说它的关节活动度受限。那老师就会根据医师的一些处方的想法，或者是病人当下的状况等等，去决定今天可能是处理肿胀的问题，还是关节活动度的问题。如果是一个非常急性的剧烈的一个发炎反应来讲的话，那我们的确会考虑说当下先用到说消炎的，但是一定会给予病人一个卫教说，其实与其把发炎的反应抑制下来，更重视的其实是后续的一个修复，它才能让你的韧带、你的这些周边的一些组织结构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状态。所以我们会引用到说一个修复的一些治疗，比如说增生疗法，或者是说现在一个修复更强的一个像 PLT 的一个治疗。我们会抽血去制作成一个高浓度血小板。那我们之所以要血小板这个东西，是因为血小板里面就非常多的生长因子。那这些生长因子都可以促进组织的修复。它在活性上来讲的话，它在3年适当的一个阴凉处的保存之下，它的活性都还是有95%到98%以上。所以病人在保存上其实非常方便。我每1瓶都要有10亿颗的血小板，不会因为今天病人的状况比较不好，或者他的年纪比较大了，都会有一些影响。治疗的稳定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在使用 PLT 治疗后来讲的话，其实大部分的病人他都会觉得说疼痛度是明显就是减轻的，但少部分的病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比较肿胀这样子，甚至有一点微温热这样子的现象。那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大概前24小时可以考虑用冰敷的方式，那24小时之后来讲的话，就可以考虑用热敷的方式。那另外我们也会提醒病人说，前1个礼拜尽量减少关节的一些活动，所以日常的走动这些是 OK 的。那如果是到剧烈的运动或者是长跑等等，我们就会抓2个礼拜之后。
那在营养上来讲的话，我们也会建议说，尽量建议减少一些刺激性的食物，比如说太辛辣的啊，然后咖啡、酒这些来讲的话，尽量少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可以多补充一些像维他命 C， 然后维他命 B， 然后维他命 D 等等这些，让你的组织的修复更完全的一些营养补充。